先出去，我去跟战王殿下告辞。是。殿下，带走的东西似乎并不多。木原堂什么都不缺，我只带走了随身的衣物。那你可不可以将本王一起带走啊？这是给殿下的。这银子是还给殿下买木原堂的。这玉盒是静姐姐给我的。可我似乎并没有打算把它卖给你啊。殿下已经为我做了很多，还请殿下不要拒绝。银两我可以收下，只是这玉盒，静姐姐说这是给战王妃的。静姐姐之意，若也是我之意呢？清晨早便说过，既不愿做覆叶的花，也不想做护花的叶。那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只想要我想要过的日子。只是因为这些？尽管知道很难，清晨告辞。清晨，我知你心中只有四个，可如今我的心里也只容得下你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臣妾只是想……他已经走了。殿下，臣妾也是一番好意。你根本无需为我做这些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你走吧。殿下。臣妾只是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，希望殿下的脸上每天都挂满笑容。清辉，事到如今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。罢了，这件事情不怨你。但从今往后，在这个府上，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便可，其他事情皆与你无关。我终究还是巫族的圣巫女，永远无法成为皇家的女人。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不会让你爱上我，更不会让自己毁了你的帝王之业。不知道哪一天，
将这锦绣河山还给你。如果我可以像朵霞一般，在所有人面前对他说出自己真正的心思，或许这已经永远不可能了。眼前的所有布局只会让他离我越来越远。我从不后悔这样做，但是为什么心里这么难过？这倒像是宫中之物。此人是谁？为何会有灵力？这个死丫头，没想到恢复灵力以后居然这么厉害。要不是有灵石在身，还不被她打成重伤啊！双星出现，如今星象越发明确。这一切都是在他出现以后才显现的，不可能与他无关。你是兔子吗？怎么走路没动静的？离王殿下好生奇怪，属下一直在这里，从未离开过，是你没有看到我罢了。不过离王殿下这么晚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本王是来看书的，不行吗？看书？殿下是看何书？我帮你拿。世事心经。殿下慢慢看，属下先告退了。慢着，这本书本王有些地方看不明白。哎，你不是莫大人的首徒吗？不如你留下来，给本王解释解释。我说你坐这么远干什么呀？这才是秉烛夜谈该有的距离啊！哎，你很热啊，我帮你擦擦。我自己来。你似乎很怕本王啊？啊？为何要怕殿下？在星星微，月过则时。日之薄地，其名，
看来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。清晨知道，殿下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。你不但了解我，你对所有人都了如指掌。之前的这一场宴乐，你让九弟认为你是仙巫，也让凤家的人怀疑你是他们家失踪的二小姐。你想进入凤府，步步为营。你不但利用了七弟，还利用了九弟。殿下可以这样怀疑我，但殿下可否跟我解释这腕上的刺青？或者殿下可以告诉我，我的父母是谁，我来自何处？若是殿下不可以的话，还请殿下不要阻止我与家人相认的机会。你的真实身份我并不清楚，但你是巫女，这是绝对的事实。凤家二小姐怎么可能是巫族之人？巫族想要复仇，必须利用凤家的关系来接近父皇，到那时你就更容易下手了，不是吗？殿下若认为清晨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想解释。从一开始你就想利用我们所有的人，但我要提醒你，父皇现在对巫族多加防范，你这样做最后只会飞蛾扑火。你阻止不了我。身为流落的巫女，不过是渴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至少我得活下去，也要让自己的族人活下去。那如果我揭开你是巫女的身份呢？若是如此，清晨不过一死。还请殿下不要牵连巫族，巫族受殿下恩惠，此生都会铭记于心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想进凤府？殿下还不明白吗？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女，想要入主战王府是绝无可能的。可若是凤家二小姐，是否便与战王殿下更为相配？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七弟。战王如今掌管殷家，若我仍然没有任何身份，殷家是不会答应我入战王府为妃的。明白了，好自为之。不要再对我有分毫的好，这样我会坚持不下去的。你的命运就永远无法扭转。就只查到了这些。清晨此人的确有些蹊跷。这些时日小的暗中打探，又怕打草惊蛇，小心翼翼。可是关于他的消息，还是少之又少。倘若她是我多年前失踪的女儿，那我定然是护下她。假如她不是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她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一个小小的女子，她竟然能周旋于灵王跟战王之间，搞得他们神魂颠倒。本事不小啊！我不管她是真是假，这出父女相认的戏，我会陪她唱到底。听说在战王府的夜宴上，明王殿下将你认作了凤仙舞，看来你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一切还要多谢长老相助。若不出意外，我很快便能入凤府。凤家也许会知道当年皇后之死的隐情，而那些失踪的女子又与师父关在一起，或许顺着这条线索能找到师父。但你冒认重臣之女，此举太过冒险。凤相表面宽容大度，
但自为相以来，铲除异己的手段非同一般。你的身份一旦被揭露了，处境恐怕十分危险。暗屋一事，至今仍未有进展，我不得不深入调查。这金蝶所赐的刺青，将伴你一生，永远都无法抹去。长老不必忧心，这算不得什么。这些时日，我亲自挑选了一些巫族精干的弟子，不妨让他们随你进木原堂，既可保你周全，亦可助你暗中行动。多谢长老，如此，我便更有把握了。还有一事要劳烦莫先生。哦。可否请莫先生帮我查一下这玉佩的主人？这是离王殿下的随身物品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离王殿下，昨夜有人夜探木原堂，我与之交手时从他身上扯下来的。此人身具灵力，又怎么会是离王？这个玉佩的确是离王殿下的，我每天在他身上都看得到，应该不会有错。你可否试探一下，看他意欲何为？好，我试试看。这个离王殿下行事古怪，莫非另有隐情？如今我们行事不能有任何疏漏，务必弄清他的目的。好，我会想办法。如今离境天被毁，不知长老现居何处？我既是巫人，又能去哪里？自然尚在离境天。离境天如今已经破败，又怎么能继续居住呢？离境天圣地，又岂会轻易被人所毁？你随我一看便知。信论是前朝桓义所写，内容谈及琴曲。七弟一向善于乐，一看此书内容就知道他想说什么。这些书，我打算送给一个人。四哥深知清晨的喜好，这份礼物，我想清晨会喜欢的。有时候了解一个人，无需琴笛鹤鸣。四哥说的是。不过，如果听不懂清晨曲中之意，四哥倒不妨好好将此书研究一番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他？我从来不是看表面的人，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。你可知道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？他一个人进了凤府，我怕他引来杀身之祸。四哥是在担心清晨的身份。他执意为之。我跟凤相的往来并不多，但如果他真的一个人前去，我怕会有危险。无妨，我会保护清晨。这卷书，我也会转交给清晨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交给他就好。离境天已经变成这般模样，如何还能居住？看来师兄尚未告诉你这里的秘密，随我来吧。这是我与你师父倾尽心血建造的，也是离境天最后的圣境。原来师父和长老早就有所防备。伴君如伴虎，我与你师父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才建造此处。现在最重要的
是我要设法进入皇宫，查清当年皇家的真相，这样才能为巫族平反，重振李靖天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当初若不是因为这2块灵石的感应，我不会这么快就确认圣巫女的出现。可如今9块灵石散落各处，真不知何时才能寻回。长老，9转灵石之间不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吗？并非如此，9块灵石之中，只有月华石与你手中的芙蓉石修气相关，相互感应。其他的灵石虽有关联，但却不能产生共鸣。原来如此，灵石事关重大，还是要尽快寻回的好。长老可知其他灵石的消息？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在寻找9转灵石的下落，但是没有任何发现，只怕会遗失在皇家之人手中。待我进到宫中，会设法查看。长老，我想多看一些关于当今陛下的记载，也好有所防备。随我来。陛下与先皇的记载皆藏于此，你可以慢慢查阅。多谢长老。十一，安排一下，阻止清晨进入凤家。四哥何出此言啊？难道那天晚上你没有看见吗？九弟看到清晨与仙武相似，几乎失去了理智。清晨她，难道真的是凤家的女儿？是与不是，其他人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吗？最好是阻止凤相前去认亲。一旦清晨进入了凤府，就算七弟肯帮忙，恐怕也会非常危险。记住，凤相不是普通人可以欺骗的。四哥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亲自去一趟凤府便是。凤家已经派人来追问你的身世，如今只要证明你是凤家的女儿，你便可以进入凤相府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若我真是凤家的女儿，那也是无可改变的事实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渴望找到自己的亲人。你可曾想过，四哥为什么阻止你认亲呢？灵王殿下以为我入凤府是有所图谋，因为我之前彻查天武罪坊幕后主使，发现那些女子皆与凤家有所关系，这当中有一些疑点，而凤家又似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若我真是凤家人，我更要一探究竟，不想凤家成为我心中的污点。很多事情如无大碍，又何须追根究底呢？也许凤家是我最后的归宿，而我不想不明不白地活着。好，我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向父皇禀报。所有的事情我都已向殿下说明，还请殿下能想个法子，拦住灵王殿下。明白了。长老，都准备好了。按照长老的意思，弟子已经准备就绪。他们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得力弟子。此番随你前去木原堂协助清晨，一切听他的安排，务必查出当年皇后的真正死因。弟子领命。大哥，找我是关于和亲的事。四弟倒是爽快，哎，
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做大哥的倒不知该如何开口催促了。有话直说，大哥。那朵霞公主的提议，毕竟关系到两国的邦交，不知四弟心中有何想法？大哥不必担心，我早已跟朵霞说过了，我是非常欣赏她，但她并非我心仪的对象。她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已经亲自告诉朵霞公主你自己的决定了？嗯。那倒奇怪了，我本来想再拖2天，让你好好考虑清楚的。不过方才七弟来找我，他说朵霞公主问起此事，让我来找你要一个确切的答复。大哥，我的态度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了，但最后结果如何，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先行告退。哎，四弟，七弟为何突然过问此事，还故意以大哥拖住？不知11弟是否已经到了凤府？你是说，凤相不在府内？是的，殿下，殿下来的真不巧，晚了一步。相爷已经被战王殿下请去府上了。可这所谓何事？好像是和之前失踪的2小姐有关。老臣见过战王殿下。凤相免礼吧。谢殿下。这位，便是我之前向你提起过的清晨姑娘。清晨见过凤相。免礼，免礼。想必栾妃之前已经向你提起过，清晨的手腕上有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蝴蝶刺青，不知是不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？那日宴席之后，我与父亲提及过，父亲也很想来见一见，多谢殿下费心安排。栾妃是跟我提起过，但不知清晨姑娘的手腕上的刺青是何模样，不知老夫可否亲眼看看？这蝴蝶刺青，自幼便在我手腕上，不知与凤家有何关系？苍天有眼呐！苍天有眼呐！孩子，老夫可算是找到你了。来，你看。这独特的蝴蝶刺青，只有我们凤家的女儿才有。这世上，除了仙武和栾妃，那剩下的，就一定是我失踪多年的2女儿。殿下，这刺青十分独特，任谁也做不了假。这，难道是真的？傻孩子，当然是真的。凭着刺青，就可以断定你就是我凤眼的2女儿。这些年你一个人漂泊在外，一定受了不少的苦。老夫真是对不起你。战王殿下，多谢殿下相助之恩。老夫没齿难忘。凤相今日父女相认，可喜可贺。我定会回禀父皇，尽快恢复清晨的身份，让清晨可以认祖归宗。太好了，明天我就接姐姐回府。姐姐，你一直飘零无依，如今总算找到了亲人。也算是在天都里有了一个依靠。我自幼流落四方，一向无拘无束惯了。如今入了凤府，依相府的规矩，只怕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。无论是皇家还是凤府，我们终究比不上平常百姓。
身上都会多了一份责任和束缚。殿下自幼生长于宫中，恐怕更向往自由。这点你可猜错了，我不向往这种自由。一个无权无势的自由之人，其实并不自由，反而处处受限制。有了身份和地位，虽然生活里会多了束缚，可是却能更加从容地追求心中的追求，也更有力量来活下心中所爱。殿下这番话倒是解了我心中的疑惑。我以茶代酒，敬殿下一杯。好。多谢殿下帮忙。敢问殿下，为何用和亲之事拖住灵王？若非此法，又怎能完成清晨所托呢？再讲，这件事情于公于私都有益无害，我自然乐意成全。若是和亲之事顺利，大魏与阿柴族便可结秦晋之好，共同抗梁。若于公正如你所说，那于私呢？于私，于私便是殿下在朝中少了个相争的劲敌。喝茶。四哥，我赶到凤府的时候，凤相已经被七哥请去了王府。如今凤相已然入宫求旨，禀明父皇，要求恢复清晨的身份。清晨真的跟七弟联手进入的凤府，我们这次慢了一步。木已成舟，四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木已成舟，我们只能顺水推舟。四哥知道他入凤府的真正目的？我不管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既然进入了凤府，就让他把天武罪房的事情彻底查清楚也好。而且，他让九弟误认为他是仙武，显然对仙武的死因有所怀疑。事关皇室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调查更为稳当。四哥既已考虑周全，我们见招拆招便是。姐姐，栾妃，稍等。你怎么来了？父亲已经安排妥当，陛下要求亲自见见姐姐。不愧是权倾朝野的凤相，区区家事，竟令得天子亲自垂询。姐姐，再往前便是致远殿了。陛下平日里听政理事多在此处，因离着内廷近些，凡事方便。致远殿，上一次踏进这里，还是和他一起。当初若非袁安设计园林弑父，成全战王，战王又岂会寻得借口，趁势谋反？如今，我终于重新靠近了这权力的中心。这同样的地方，绝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栾妃拜见陛下。你就是凤卿的女儿啊？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模样和栾妃倒是有些相似，
朕听闻是你协助老七破获了天武罪坊一案。凤家的女儿果然是个个聪慧呀。回陛下，清晨只不过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撞破了暗屋的阴谋，不敢居功。一切皆因陛下圣明，未雨绸缪。那些被救的女子，无时无刻不感念圣恩。将天武罪坊改作医馆，是你给老七做的提议。陛下圣明，什么都瞒不过。天都医馆林立，你乃一介女子，多一间不多，少一间不少，你的医馆又有何特别之处啊？他人医身，我这医馆更医心。如何医心？教人习文识字，疏导郁结。可这并非是医馆之责呀。清晨听闻，圣者开明志，明明德，则天下昌。我大魏立国未久，陛下以仁德行善政，四境之民皆来归顺，诸事方兴未艾。清晨在边塞之时，曾看到百姓因不识文理，对普通的病痛亦充满恐惧之心。原本身体的病乃是小事，可心中的郁结却积久成疾，顾不得治。所以才想，若在行医之时，更能教其习文识字，可让百姓自驱恐惧。这样一来，更可倡学风，教化民众，以兴王道，或可收长治久安之效。天武罪坊在陛下的护佑下得以保全，闲置可惜，不如借此机会改作他用，也可让百姓知道陛下的爱民之心。凤卿生的好女儿，如今失而复得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传朕的旨意，准其重归宗族。朕素来赏罚分明，天武罪坊一案，你当居首功，朕就封你个清平郡主，作为奖赏，你看如何？清晨叩谢圣恩。老臣叩谢陛下皇恩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他日得闲，朕再招你入宫说话。清晨遵旨。二位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凤卿啊，你这个女儿真是聪慧。开明志，明明德，则天下昌。这是朕年少时曾提出的治国主张。没想到今天，在一个小女子的口中听到了。陛下圣明。若要接近陛下，当先投其所好，方能渐渐取得他的信任，替元灵事先谋划。哟，清晨啊，你还在这儿呢？啊，陛下已经答应了，让你重回家门。那你这2日便搬回相府吧，这样我们一家人也可以好好的团聚团聚。父亲所言甚是，不过方才陛下过问木元堂之事，清晨不大放心，还是先回去安置一番，再回到府中陪伴父亲，较为妥当。国事家事，自然要分得孰轻孰重。难得呀。那为父这2日就命人把府上好好的收拾一下。如果你再需要什么啊，尽管跟栾妃说，让她帮你置办啊。多谢父亲关心。哎，清晨呀，我看圣上对你也是偏爱有加，你日后住在相府，木元堂你也可以照常打理，为父不会多加干涉的。一切谨遵父亲之命。清晨涉世未深，以后还有很多事情，还请父亲多加指点。哎，你做的已经够好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我凤家的女儿怎么可能比别人差啊？以后啊，
你只要多加磨练便是，不用担心。是，清晨定不辜负父亲所望。嗯。以前曾听人说过，想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便会出现。果然是真的。殿下心中所想，应该是想问我一个究竟，对吗？离敬天的弟子，凤家的女儿，还有如今的清平郡主。陛下刚刚颁的旨意，殿下这么快就知道了？父皇亲自册封，对你甚是喜爱。将来你肯定会有很多机会，经常在他身边。殿下不怕我对陛下不利了吗？如若巫族刺杀父皇，离敬天将永无翻身之日。你一直想帮巫族洗脱谋逆的罪名，或许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冒险，但是你绝对不会拿离敬天的存亡来做赌注。殿下倒是深知我心。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情：一个人究竟为了什么事，才可以这么不畏生死？殿下只需知道，人心中若真要为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即便事关生死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要你知道，如果我想弄清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凤清晨，殿下，您相信清晨姑娘就是凤家二小姐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父皇已经封清晨为清平郡主，这就够了。殿下，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四哥不明白，我却很清楚。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四哥的，而四哥却怀疑他。难道殿下就不怀疑吗？我一向不喜与人相处，四哥怀疑他，我偏偏相助于他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局我跟四哥，到底谁会赢？你可记得潜入天武罪房的清晨吗？她是凤家的二小姐，仙武的妹妹。但没想到我们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找的人，竟然是她。可是她是巫族的人，又怎么会是仙武的妹妹？这个清晨，倒是有点手段的。天武罪房因他被关，如今倒又入了凤相府。那又何妨？对于我而言，她不是仙武的妹妹，她是仙武的替身。如果可能，我倒想留她在身边。若她要是对主人不利呢？那我便亲手解决了她。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她是凤府二小姐。难道她的身世另有隐情？冥王那日，也并非是酒醉之后认错了人。我也曾见过她2次，的确与旁人有些不一样。只是没想到，竟是凤相流落在外的女儿。那天晚上，灵王对她关爱有加，公主是亲眼所见。灵王那边可有消息了？这等事情，难道还要反复去催？魏国这般态度，分明就是没有半点诚意。只怕并非魏国没有诚意，
而是有人无心。从小到大，你何时受过这般委屈？难道我阿柴族非要低三下四的向人求情，才能护得了家国百姓？战，我阿柴族从来不怕，但若想兵不血刃地令梁国退兵，魏国，尤其是灵王，终是最好的选择。再等一等无妨，我们这一趟不能白来。阿柴族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最近这夸吕动作频频，不断向龙河城那边调兵，也不知道这个傅连仇病情怎么样了。我们回来的人都没有带回什么可靠的消息，只是最近阿柴族宫中倒是出奇的平静。哼，这越是平静，越是说明隐藏着不安。但是这朵霞公主在魏国迟迟不归，想必傅连仇尚无大碍。传我令，立刻再向阿柴族边境增兵5万，我看看他到底还能拖多久。是，王爷。父王，为何如此匆忙？龙河城传来消息，梁军增兵5万围城，这分明是在给我们警示。而现在朵霞那边却尚无消息，只怕再拖下去，战事一触即发。朵霞临走时曾说，此次和亲，他选定的乃是灵王。他上次在信中已经向大魏太子说明了情况，可是事情迟迟不见结果，看来是要有什么变数。父王，此事宜早不宜迟，若再没有回复的话，只怕他们就要有所行动了。这样，皇儿，立刻派人替我把国书送给魏国皇帝，向他说明眼下形势，让他速做决断。是。你的药，谢谢。喝了这服药，应该差不多就好了。多谢姑娘赠医施药，请受我一拜。不必多礼。谢谢。碧瑶，按方子抓药吧。嗯。大家都过来吧。今天多亏有巫族相助，不然我们都忙不过来了。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客气，尽管吩咐，这也是长老对我们的嘱托。更何况，姑娘曾救我们姐妹逃出困境，不论何事，我们定当全力而为。在平兴郡时，我们多有得罪，还请姑娘见谅。我没有放在心上。巫族依天而立，如今却无法生活在阳光下。此番见木原堂隐藏大家的身份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我希望大家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，找机会为巫族正名。我们以后便追随清晨姑娘，复兴巫族，在所不辞。从今往后，大家要一起齐心协力，把木原堂办好，帮助更多的黎民百姓，守好巫族，守护人世正道。是。大家都去歇息吧。碧瑶，你帮我去查一下元明、明王这个人，越详细越好。好，我即刻去办。彩倩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女儿在房间里有些闷了。哦，出来透透气。是吗？是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
彩倩呐，以前呢都是你姑母宠着你，任你胡来，最后啊连女工都没学会。如今，你的姑母受了难，你呢也到了出阁的时候，所以啊，老老实实的在屋里待着，好好的学习女工，将来也不至于丢殷家的脸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是什么样子吗？好了，赶紧回屋去吧。去呀！怎么？你是让我背你回去吗？爹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好好的大门你不让我走，非逼我翻墙。还不出来？彩倩，十一傻，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接好了。哎，跳来。十一傻，你故意占我便宜是不是？我去给你买烧鹅。给我站住！相爷，父亲。好，好，好。凤求啊，二小姐刚刚入府，这府中的情况她自然不熟，你呢，要安排人处处好好侍候，不得有半点怠慢。相爷放心吧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二小姐看看，若是还缺什么，尽管吩咐。有劳了。这里是前院，姐姐以后没事儿可以来这儿散散步。前面是住的地方，这里便是仙巫姐姐原来的住处。自从仙巫姐姐去世之后，父亲虽然表面上不说，但其实心里十分难过，便命人将此房间保留了下来，里面的东西还和原来一模一样，没有变过。哎，姐姐，没事就不要进去了。父亲不太喜欢，那是他的忌讳。可惜我离家日久，已经不记得姐姐的模样了。不管怎样，姐姐如今能够回来，我和父亲就十分高兴了。走，姐姐，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。来。好吃。为何不见四哥啊？四哥有事出去了。今日的烧鹅格外好吃，四哥不在，不能与他分享，看来我只能一个人吃了。对了，我听副将说，有个什么阿柴族的公主，竟然当众向四哥求亲。是朵霞公主。我才不管什么朵霞还是苍霞公主，竟然敢打我四哥的主意，我有空一定要好好会会他。我的姑奶奶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四哥眼下都已经焦头烂额了，你就别再去添乱了。也是，那等四哥情况好一些，我再去会会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朵霞。对，朵霞。
好了，四哥也不在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这么着急就走啊？不走干嘛？陪你啊？哎，喂，姐姐，我们为你准备的东西不知是否齐全，若姐姐还有其他需要，便可吩咐外面伺候的人。我已经嘱咐过了，他们绝不可能怠慢。多谢你们费心了，我生活一向简单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姐姐已经回府，咱们凤家自然有该有的规矩，绝不可能委屈姐姐的。能有你这么个贴心的妹妹，真的是福分。那妹妹如今可有心仪之人啊？姐姐有所不知，我乃御前女官，不得擅自谈婚论嫁。即便是2年之后奉旨出宫，也得由陛下指婚。这些事由不得自己做主。是我孤陋寡闻了，原来宫中还有这般规矩。这皇室中多才俊，陛下又如此信任于你，想必日后定会将你指给自家皇子，说不定还是东宫太子呢。姐姐有所不知，依祖制，女官不得与皇子通婚，陛下又怎会如此安排呢？原来他早知道这宫中的规矩，但却与太子暗中往来。此事若是被人知晓，定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，甚至有可能直接危及到东宫之位。二小姐，战王殿下派人送了许多东西，说是给二小姐的。老夫过意不去啊，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这你看，啊，清晨呐，你看这。父亲，李林，这是什么？听说清晨姑娘今日回相府，这是我们殿下特意命我送来的，皆是清晨姑娘之前用过的东西。战王殿下这礼物倒真是特别呀，不过我们府中并不缺这些。我们殿下说了，知道相府定然为清晨姑娘安排妥当。不过，这些都是我们殿下亲自挑选的，尤其是这卧榻，怕姑娘睡惯了突然更换，一时不习惯，扰了姑娘休息。战王殿下对姐姐还真是用心啊，竟如此体贴周到。战王殿下素来如此，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。不过连卧榻都让他操心的，恐怕只有姐姐一个吧。菲儿，啊，李唐良啊，劳烦你回去转告战王殿下，就说他的心意呢，我们已经收下了，只是今日时辰已晚，明日一早，老臣就带小女过府致谢。相爷言重了，本来殿下吩咐过，些许小事，命我们不得惊动相爷。哎，谢是一定要谢的，没有战王殿下，哪有我们一家的团聚？清晨啊，殿下送来的这些物件，怎么安置，还是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是父亲。只是莫要辜负了殿下的一番心意啊！李统领，请。这清晨姑娘一入府啊，七哥便派人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物，不下100来件，生活上的方方面面，这全都照顾到了。宁王府虽然穷了点，但总也不能一件东西也不送吧？若实在不行，我去找其他皇兄支持。呀，四哥，你真的不能再这样无动于衷了。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让你心动的女子，可千万别再错过了，啊！送礼物代表有心思吗？哎呀，四哥，这女人的心思虽然难以琢磨，但有一点却是绝对不会变。宁愿送100样用不着的东西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七哥献殷勤。若真的再这样下去，清晨姑娘的心可便要倒向七哥那一方了。啊！你什么时候这么懂女人的心思了？
四哥，可是去找倾城姑娘？找朵霞。四哥迟迟没有行动，难道喜欢的是朵霞公主？这一次是我看走眼了吗？殿下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像现在这样犹豫。我不是犹豫，只是在想如何不伤害到别人。但是我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到方法。殿下是想告诉我，你决定拒绝阿柴族的和亲，对吗？有一些事情我不想骗你，也不想骗我自己。这些年来，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喜欢那份自由，也不想我的婚姻变成一个政治的交易。这便是殿下的理由吗？不仅如此，公主选择另一半，肯定希望跟你同心同意，两情相悦。但园林心有所属，已经容不下别人。再这样勉强下去，只会让公主更难受。灵王果然是灵王，战场上我胜不得你。你现在说的这番话，我竟也无法反驳。但你可知，便是因此，我才会确定，你就是我心中想嫁的那个人。不过殿下既然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，我也不会强求的。毕竟，并不是我不如你心中之人，而是你我缘分未到。这世间最不能强求的便是缘分了。看到公主这么爽快，也许之前是我想多了。我阿柴族的女子向来如此，并不与男儿有所差别。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以后阿柴族有难，我必会全力以赴，不会让梁国的阴谋得逞。多谢殿下有心。我阿柴族虽然没有魏国国力强大，但尚有能力自保。若是他日与梁国在战场开战，还望魏国不要趁虚而入。我以我的性命担保，绝不会有这一天。那便好。希望殿下能记住今日所言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大哥现在对你的确动了真心了，连与朵霞公主的婚约都解除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便宜了四哥。我答应过姐夫的事情，一定会办到。可是本王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，大哥现在依旧是太子。姐夫让我怎么做？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大哥现在对你可是死心塌地了。这我自然知道。现在只要我跟太子说一句话，姐夫便可达成目的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在姐夫心里，可曾对我有一丝的不舍？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知道了。
那便不用我教你了。记着，一旦踏上这条路，就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我要你心甘情愿，绝不后悔。只要是姐夫想要的，栾妃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替姐夫完成。原来栾妃竟然是冥王的人。这是傅连仇送来的国书，你身为太子，如何看待此事啊？回父皇，他们这是在试探您对于朵霞公主和亲一事的态度究竟如何。看来他们是急了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，并没有战胜梁国的把握。父皇所言有理，儿臣以为，梁国虎视眈眈，一早便想统一南北，单凭阿柴族一方之力，怕是难以抵抗。寻求盟国，联合抗梁，已迫在眉睫。如今，能够助他们破梁的，也唯有我们大魏。这么说，你仍是赞成我们跟阿柴族和亲了？只是四弟。那日朵霞公主当众表白心意之后，她是怎么说的？当时四弟并无任何答复，要不我去问问他如何打算。那也好。眼下梁国已经有所动作了，我们跟阿柴族的关系需要谨慎的处理。你去告诉他，此乃国事，应以大局为重。儿臣明白，想必四弟也明白其中之道理。但愿如此吧。哎呦，好，啊！姐姐，你快尝尝吧，这些都是父亲特地为你准备的。吃啊！好吃。你说这么多年，父亲也没见，也不知道你喜欢吃点什么，我就命人每样都做了些，你就多尝一尝啊。女儿都喜欢，让父亲费心了。哎，倒是你呀，一个人漂泊在外这么多年，定是受了不少苦，为父这心里边啊，真是过意不去。不过好在，你现在失而复得，这也了却了为父多年的一桩心事啊。只可惜，仙武姐姐不能和我们一起侍奉父亲左右，留下这般遗憾。仙武这孩子呀，他打小身子骨就弱，这成年之后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份美满的姻缘，可是谁知道这成婚后的第2年，便得了重病，早早就撒手人寰了。姐姐她自来善舞，从小我便在花园里看她跳舞。倾城之貌，人比花娇，那般美景，谁见了都忘不掉。他分明就是故意对外隐瞒真相。这凤府内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好了，今天咱不说这个了。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将来有你们姊妹承欢膝下，老夫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一起来敬父亲一杯，祝父亲福寿安康。愿父亲海无愁天，万事顺利。好。
姐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向来无病无恙，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是重病而亡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姐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究竟怎样才可以让姐夫忘掉以前的事情，珍惜眼前人？仙武，你身上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？就连栾妃也不清楚你的死因。明眼，清晨，你让我查的莲妃之事，再也查不到任何消息了。还有这个园里，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只知道之前居住在寺庙之中，一直神志不清。这么多年一直浑浑噩噩，却突然间清醒过来，时间竟如此巧合。巧合？什么巧合？没什么。明眼，你在离王身边多加留意，若他有什么异动，随时告知我跟长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关于皇后之事还有些许内情。西邪长老当日收皇后之邀入宫，其实并没有任何人知道。皇后乃是暗中传召长老，后来师父收到耄耋传讯，可是当我们赶到宫中之时，却被御林军团团包围，说我巫族之人害死了皇后。巫族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谋害朕的皇后！你说皇后招西邪入宫，如今西邪人在何处啊？陛下明鉴，我们收到师兄传信，说宫中有暗巫的气息，命我们前来相助。巫族一向负责守护皇家，又岂会做此大逆不道之事？皇后被巫咒灼伤，窒息而亡。除了巫族长老，谁有如此灵力下此毒手？师兄乃奉诏入宫，若真心要加害皇后，他岂会如此不智，亲自在皇宫动手？若真如你所言，皇后因何私自招西邪入宫，竟然连朕都要瞒着？皇后为何会单独召见师兄？师兄并未言明。无诏不得进入后宫，这个规矩，难道西邪长老会不知道吗？陛下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够了！事到如今还在此狡辩。来人，将这群巫女给朕拿下！就是因为如此，陛下昭告天下，大举剿灭巫族。若被活捉，便要成为发配边疆、贩卖的叛奴。那为何长老从未跟我说过此事？因为长老也不知道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委，直到他发现昔日皇后给西邪长老的书信。书信中写有什么？定水未死。定水？定水是谁？我只听说他是巫族长老之一，但师父从未提起过此人。定水？那皇后与仙武之死，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
大哥，你找我。四弟，今日父皇问起你对朵霞公主和亲一事的态度，我想父皇对此甚是关心，不知你与朵霞可有定论？我今天去找了朵霞，跟她交代了一切。那你的决定是？我拒绝了这桩婚事。什么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父皇那边……大哥，你放心吧，父皇那边我会跟他解释清楚。四弟，此事关乎两国之间的离合。今日父皇收到了阿柴族的国书，傅连仇在国书中特意提及和亲一事。我料想父皇已经决定要和阿柴族和亲了。可以你现在的性子，若是想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服父皇，定会和父皇发生争执。父皇的性子你是了解的。可是我心中……这样吧，你回去好好想想如何说服父皇。父皇那边，我再帮你拖延些时日。好。殿下深夜来木元堂，是来监视我的吗？本王不喜欢猜测，也不喜欢怀疑什么。但如果有人对我有所隐瞒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殿下身旁之人真是有福。我忽然想起，殿下的母妃莲妃娘娘，外界也是诸多传言，但始终未见有人出面澄清。难道殿下从来不关心此事吗？母妃一心信佛，深居简出，平常也不会离开莲池宫半步，就连我1个月也只能见她1次。可能这样对她来说是对世人最好的交代吧。莲妃娘娘许是怜殿下诸事繁忙，不想殿下日日进宫问安。她性子冷静，对我是这样，对父皇也是这样。她不愿意我们随意就进入莲池宫。有时候我真搞不清楚她在想什么。难道连陛下也是这样吗？她不是不愿意，她不想勉强。这些年，她对母妃的爱人尽皆知，她对母妃的封赏也不比任何人少。其实这些流言蜚语，不听也罢，母妃也不会在乎。看来现在的元灵与莲妃娘娘并不亲近，只是君心无常。为什么突然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？不过是闲得无聊，找些话与殿下说罢了。对我无话可说了是吗？在殿下面前，又有谁敢胡言乱语啊？我拒绝了朵霞公主的婚事。素闻朵霞公主能征善战，是难得的将才。朵霞公主倾心于殿下，殿下却拒绝了，着实可惜。否则你2人携手纵马疆场，倒可成就一桩佳话。可惜？你觉得是可惜？殿下见谅，是清晨失言了。可不可惜，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。其实殿下也无需跟我说这些私事。你很清楚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说这番话。我要的灵王妃就在我面前。但殿下眼前之人，心里已有他人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。我明白了，我就不应该说这番话。元灵，你可知道，那个在我心中的人本来便是你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让你知道一切。如果能拿我的心换你的命，锥心刺骨，又何妨？
你很清楚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说这番话。我要的灵王妃就在我面前，但殿下眼前之人心里已有他人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。我明白了，我就不应该说这番话。袁离，你可知道，那个在我心中的人本来便是……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让你知道一切。如果能拿我的心换你的命，锥心刺骨，又何妨？清晨，我究竟该如何对你？怎么，想清楚了？儿臣心中已有了定断，故昨日找了朵霞，拒绝了她的婚事。本来以为这个事情，逆子，谁让你擅作主张的啊？此次事关国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以两国交战作为代价，更会将阿柴族推向两国一方。你这样做，是将我国陷于两国夹击之中，知道吗？儿臣自16岁开始带兵出征，宁可削减疆场，也绝不和亲。滚！到殿外给朕跪着。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再进来跟朕说你的决定。儿臣遵旨。父亲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灵王，这是执意拒绝跟阿柴族和亲一事，这陛下一怒，就罚他在致远殿外跪着，他那性情你还不知道？好，就真在那儿长跪不起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相爷，战王府上的李林求见，说是又给二小姐送了许多东西。这个战王啊，他怎么总是对你另眼相看呢？又送东西呀？战王殿下为人风雅，女儿和他都是喜好音律之人，所以才常往来罢了。父亲切莫多心。妈，老夫不是多心，知音相交嘛，有何不可呀？啊！
你快去吧，别让人家久等了，显得咱们没礼貌啊。女儿去就来。嗯。郡主，这是我们殿下命我送来的，您看是之前您要找的那本书吗？正是此书。战王殿下有心了，竟能寻到此孤本。我们殿下说，上次多亏郡主提醒，他才想起这本书，特地以此相赠，聊慰之音。请代为转告殿下，我会在府中安心研习此书，多谢殿下了。告辞。传我命令，即刻启程，赶回阿柴族。公主，这是和亲一事已有定论，我们无需再等了。看来昨日元灵找公主，便是来拒婚的。无论魏国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公主都不用担心。只要我穆克沙在，绝不会让梁国踏上我阿柴族的领土半步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来保护阿柴族的百姓。一切都是缘分使然，事已至此，也无需再强求了。眼下内忧外患，我又如何稍安勿躁？陛下深知梁国对大魏的威胁，所以才想与阿柴族结盟，而和亲的确是最稳妥的方法。清晨姑娘，清晨姑娘，清晨姑娘，师姐，你去一趟驿馆，帮我请朵霞公主前来一趟，就说我与她有要事相商。是。那倘若公主问起，我要如何回答？就说与她心中挂念之人有关，请她务必前来。好。等一下，你从后门出去，稍后也带朵霞公主从后门回来，莫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前面有凤府的人暗中监视，一切小心行事。好，必要明白。见过公主殿下。清平郡主命我前来，想请公主前往木原堂一叙。我与他素无往来，突然相约，所谓何事？我们郡主说，此事与公主心中牵挂之人息息相关，所以还请公主务必前去相见。与我息息相关的，除了元灵，又能有谁？只是元灵心中所属，便是这位清平郡主。既如此，走之前不妨一见。好，
真没想到，此前还是天武醉坊的头牌姑娘，数日不见，竟变成了凤府千金清平郡主，更是木原堂的掌管者。郡主，当真是谜一样的女子。身份名号，不过是便于他人相认。若是公主高兴，可继续当我是天武醉坊的卖艺之人，亦无妨。好个爽快的女子，难怪有人对你另眼相看。公主可知，你说的这个人，如今已在致远殿外跪了大半日了。你今天找我来，难道就是为了此事？灵王殿下拒绝和亲，被陛下罚跪。事涉阿柴族邦交，众臣无人敢置一词，就连我的父亲凤相亦无可奈何。此事因阿柴族而起，如今能令陛下回心转意的，就只有公主了。或许你说的没错，若我出面，的确可能劝得陛下息怒。但你可知灵王拒婚不为其他，只因心中对你有情。所以现在别人求我便罢，你来找我，我又为何要帮？公主只需知道，我与灵王殿下断无可能便是了。况且，这桩婚事对公主而言至关重要。相对于大魏，阿柴族更需要这次和亲。你说的或许没错，但一个人的心意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。你又有何办法，能令灵王回心转意呢？公主，方才去了何处？命人替我备车，我要入宫一趟。我们已经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公主是要去向魏国皇帝辞行。此时辞行还为时尚早，传我命令，归国之事暂缓。事情出现了转机。公主何出此言？难道你还对魏国抱以希望？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人。向来只要是我决心要去做的事情，哪怕还有一丝希望，我也绝对不会轻言放弃。是。相爷，我一直死死盯着木原堂，二小姐从未离开过那里，也未曾发现任何可疑的人进入过木原堂。你当真看得清楚，绝无异样吗？一切正常，全无异样。父亲，女儿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木原堂中一切可好啊？只是数日未去，许多琐事需要处理，其他一切并无任何不妥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此甚好啊！请
清晨啊，你这木元堂啊，开门施诊，深得百姓的赞誉。陛下呢也是关注有加，你平时呢可要多上点心。女儿知道了。若是日后遇到了什么不懂的事情，还请父亲指教。哎，好说好说啊。为父还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早点歇息吧。父亲慢走。凤求在。备马。是。明王大概每隔10日便会入府一趟，今日正是他过府之日，我要趁此机会利用仙武，看看他究竟对仙武之死知道多少。九哥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仙武，仙武，为什么不救我？你可知我有多痛？你是我的夫君，怎么忍心看着我惨死？那是巫族的毒，我救不了。是什么毒？谁要害我？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。可是我就晚了一步，你怎么会跟巫族勾结害死母后？我不信。谁说我害死了母后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害死了母后？是凤香毁了所有的证据，不让我追究下去。他怕你连累了凤家，但是我不信，我一定要查到真相。我知道你给我留下了线索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你发现了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找到。仙武，仙武，仙武，仙武。仙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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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你干什么啊？仙武，明王殿下，少爷，来，仙武，仙武，你在哪儿？仙武，明王殿下，明王殿下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仙武，仙武，你不要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他们不让我见你，仙武，殿下，仙武，你知道？殿下放手，仙武，他是清晨，你放手。殿下，凤求，送明王回府。是少爷，明王殿下小心一点。仙武，明王殿下小心，记得传御医给他看看。是。父亲，姐夫这是怎么了？仙武过世，他悲伤过度，想是又旧疾复发了。啊，今日这事牵扯到凤家和皇室的颜面，不要对外声张。父亲放心。好，那你先回房休息吧。是。
为何这2个香囊的味道竟是一样的？姬王说这香囊来自一个小宫女，若冥王与暗巫有什么瓜葛，那潜入天武醉房的女子与给姬王香囊的女子是否是同一个人？这女子与冥王又有何关系？唉，为了四哥，只怕彩倩这回又要把殷家搞得鸡犬不宁了。只是，为何七哥这次会如此帮四哥？小姐呢？小姐怎么又找不到了？哎，彩倩，哎，你小心点，慢点儿，你跳来。十一傻，你这次再接不住我，你就死定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这回啊肯定能接住。跳，来。我这回总接住你了吧？笑什么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这可是你说的。对，我说的。十一傻，你这个笨蛋！你看看你，哪里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难怪七哥说起你就头疼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是不孝百步，你也好不到哪去。哼！至少我出府不用翻墙，就算翻墙，也不需要有人接着。谁说要你接了？小姐呢？小姐在哪儿？他们来了，快走！快啊！快点！快！小姐呢？哎，小姐呢？那边！战王殿下。战王殿下，公主果然入宫了。殿下此言何意？难道你知道我为何入宫？如今能劳公主大驾的，自然只有一个人。不知殿下既然也对此有兴趣，那殿下今日又是为何而来？公主所为之人，也是我所为之人。我倒有些不明白了，殿下为何要帮灵王？莫非只是为了兄弟之情？难道就不能为了兄弟之情吗？那不知殿下准备如何解决此事？如今能够救四哥之人，便只有公主了。我的方法，亦是公主之方法。包子，买包子吗？来看一下吧。多来2个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没良心！哼！彻王殿下，原来彻王身边亦有家人相伴。还以为心中只有灵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是让我将殷大人请来吗？啊，不敢，属下这就告退。走，继续找人。喂，他们说你心中只有灵王，这可是真的？你若继续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信不信我叫？哎！彻王殿下，你大人有大量就放过我嘛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我家后院啊？怎么，七哥没告诉你吗？是他让我负责来接应你的。我这次离家也是七哥安排的，难道七哥的意思是让我们即刻进宫？相爷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大小姐房间的东西未曾有人动过，衣服也一件不少。冥王殿下在房间看到的那个人，会不会真是幻觉呀？府上不会有人假扮大小姐呀？别忘了，
我们府里边还有位新人。自从二小姐进入府中，属下就听从相爷的指示，派人一直暗中盯着。除了二小姐进府的第一天外，她从未进过那间房间。话说回来，明王殿下如果看她像大小姐的话，也并无不可能啊。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。是啊，他跟仙武还真的是十分的相似，有时候连老夫都会觉得恍惚。可是实际上，他明明就不是我的仙武。相爷若是担心的话，本相自有分寸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四哥为我拒绝了和亲，现在他被陛下罚跪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去替他解围才行。哼，四哥为你，莫非是七哥告诉你的？这还用七哥说？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上次四哥还握着我的手练剑，一招一式可都代表着四哥的心意。哼，四哥还握过我的手练剑呢。玄甲军上万军士，有一半人的剑法都是四哥亲手教的。那能一样吗？若不是整日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，四哥说不定早就立妃了，哪还有机会让那个朵霞公主当众求亲？我看四哥倒是和朵霞公主挺般配的，至少比某些自以为是的人要强许多。笑话！我敢跟你打赌，那个朵霞公主肯定长得不好看，不然四哥也不会。朵霞公主，哎，刚刚你说四哥不会什么来着？没什么。四哥，你腿疼不疼啊？你放心，四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只要是四哥想做的事情，彩倩无论如何都会替四哥做到。别胡闹了，回去吧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会替你向皇上求情的。胡闹什么？想造反吗？都胡闹什么？想造反吗？陛下，灵王殿下既然拒绝和亲，不如由陛下降旨，替灵王选妃。四哥，将计就计，先解眼前之围再说。朵霞恳请陛下，用最公正的方法解决此事，给阿柴族和魏国，也给灵王殿下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陛下，我大魏自有更加合适灵王妃的人选，也不是非要和亲不可。启禀父皇，此事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既然朵霞公主主动提议，此事也不失国礼，又可以解决问题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不无道理。老四也到了该立妃的年纪了，那就按照大魏的规矩公告天下，择选灵王妃。你以为如何？儿臣斗胆，想问父皇，如果按照祖制来选妃的话，那最终的结果是否以甄选的结果来定？你是在质疑朕吗？谢父皇成全。
真的要谢谢七弟，此番帮我解围。但似乎四哥并不满意。如今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吗？父皇可是将最后的选择权交到了四哥手上。可是我最想要的人，偏偏不想进入灵王府。记得四哥曾经跟我说过，在沙场上，无论何时都要拼尽全力，因为不到最后，谁都不知道结果如何。正如眼下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沙场上的生死反而简单，岂如人心难测？这倒不像是四哥说出来的话。其实我今日来，是想跟四哥讲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我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。大家都说七弟你工于心计，但没想到今天你会这么直接，这不像你的风格。可四哥也不要忘了，虽然你手上有选择权，但和亲的压力也并没有就此失去。所以七弟所为，说是帮我，其实是在帮清晨。你也料到，他不会到灵王府为非。他见到我有难，更不会袖手旁观。你这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。四哥果然聪明。所以说，在清晨的事情上，最后结果如何，谁也说不定。看来你是有备而来，志在必得。那四哥意下如何？兄弟之约不可负，岂能不奉陪？父皇应该很快就会下令吧？届时灵王府里自然就会热闹起来了。你说的也对，我要找莫先生选择一个吉日。希望四哥可以笑到最后。没有把握的仗，我不会打，除非我放弃。陛下已经下旨，命灵王选妃。如此便好。公主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。只怕以郡主的身份，也会参加此番选妃吧。婚姻大事，但听父亲之命。灵王为你，宁可忤逆自己的父皇，你当真不愿为他而争取吗？公主多虑了，我的态度此前便已表明。同为女子，我知郡主心中并非没有灵王，否则你又为何会三番两次地求我来帮他？若是之后选妃，郡主要是改变心意的话，你我大可以公开较量。公主胸襟令我钦佩，你的才智也令我刮目。那从今往后，我便将你当做我的对手，郡主可要接好招了。告辞。公主果然是敢爱敢恨的人。四哥，木元堂那边有什么情况？倒是没有，不过我派出去的暗卫来报，朵霞公主曾去过木元堂。朵霞公主？她跟清晨没有什么交集，她去那边干什么？四哥在想什么？今天朵霞公主到致远殿求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。
朵霞公主有可能是清晨安排的。你是说，看来倾城姑娘时时刻刻都关注着四哥啊？如果真的是她派来的话，就给了我极大的难题。你既无心于我，却又何必将我推给别人呢？既然他帮我脱困了，我便投桃报李。此女来历不明，你要特别注意才是。那日明王在相府中的状况，听你的描述，应该是中了幻术。如今我们让他入相府，是为了查出他的真正身份。当初我从天武醉坊带走西邪时，曾经听他叫出师傅2个字，他应该是巫族中人。倘若当真担心他坏事，不如趁早将他处理了算了。不急，再看看。之前从未听说巫族有这号人物，西邪又是何时收了这样一个徒弟？他以为他自己心机奇巧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殊不知他手腕上的刺青与栾妃的是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，便必然是假。别人不知道，老夫却一眼就看得出。终究是权倾朝野的凤翔，敢将敌人放在身边养着，哼！如此一来，一切便皆在你的掌握之中。留着他，至少能引出桃妖；只杀一个西邪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当年亲手诛杀我的人可是桃妖，我既然未死，就定要找他清算这笔旧账。但是，倘若桃妖知道定水未死，难保不会查到您的身上。当初我费尽心思抹去这一切，甚至不惜杀了皇后灭口，就是要将这个身份藏得严实。你女儿的死不过是因为她知道的太多了，别忘了当初是你亲自下的手，用她一条命保全凤家满门，也算是值了。算了，您就说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吧。他们敢动手剿灭碧血阁，哼，便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这回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巫族真正的主人。麻烦把这个转交给清晨。敢问殿下，为何不自己转交？清晨想要做的事情，本王会尽量帮忙。此番他追查关于香囊的事，这里是所有我能查到的线索。虽然之前我对他有所怀疑，但我也不愿看他受到伤害。殿下可是担心清晨？从平兴郡到天都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怀疑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坚信，我不希望看到他在凤府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许诺过巫族，给巫族一个清白。这番心意倒是跟清晨一样。看来殿下仍对清晨一心维护。没想到，冥王竟然懂得易容之术。此事确实少有人知，不过宫中有些老人却记得，很多年前，冥王为了给陛下贺寿，曾在宫中夜宴上数次换装，个个不同，而且惟妙惟肖，就连身边的人也难以分辨，因此引得陛下龙颜大悦。若如此，冥王男扮女装，
也绝非难事。那很多事情便可以解释了。你是想到了什么？这些消息极为难得，难得你能拿到。不过依你方才所说，这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。且是宫中私宴，起居注中没有任何记载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是莫长老告诉我的。莫先生，莫先生1年前方才入宫，且是外官，是如何得知如此宫中秘事？这个倒不知。对了，今日灵王殿下好像来过太常寺。我知道了。此外还有一个消息，听说凤仙武死前一直在钻研一本药典，好像是西域文字写成的。应该是这个，这是书名，你帮我找到一本一样的。莫先生懂得西域文字，请他帮我译出来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儿臣见过母妃。起来吧。我听陛下说，过几日就要帮你择妃了。儿臣就是因为此事过来找母妃，也来看看母妃有什么吩咐。你已经是开府封王，凡事便要自己做主。母亲只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心仪之人，不要留下遗憾。母妃也知道，身在皇家，想要随心所欲，真是难事。是啊，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不提也罢了。只是儿臣此次前来还有一件事情。这些年来，母妃没有要求过我做任何事情，只是要求我暗中保护巫族。儿臣想问母妃，对当年巫族的事情是否知情？还有，知不知道一个叫定水的长老？巫族的旧人我倒了解，当初他们只有2位长老啊。巫族一向神秘，鲜与外人来往。那先皇后之死呢？当时在宫中有什么异样？先皇后之死，我倒想起来了。那日先武离宫，我刚好碰到他，发现他手指有一种奇特的暗红色。后来太医断定，先皇后是中了离敬天独有的焰毒。民间传闻，先武应该害死了先皇后。焰毒？没错，莫长老得知此事之后，让我立刻来告诉你。对了，还有这个是你之前让我找的东西。你为何如此在意此书？这书放在先武的书案上，四周多有磨损，想必先武经常翻阅此书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不过上面落满灰尘，定是许久不曾有人翻动。我怕随意翻动的话会惹人怀疑，所以你才先让我找来一看。若以浅痕草枝书写在金帖之上，须以奇兰花枝涂抹，方可显现。奇兰花，战王府中倒是多有种植。
我知道了，铜镜上的并非污点，而是仙武留下的线索，而这书中的内容便是提醒人如何找到这线索。明眼，你去通知莫先生，请他帮我一个忙，或许真相即将大白。好。四哥不是说过不再管凤府中事，为何还要出手相助，亲自带人前来？我受莫先生所托，不管其他人的事，暗污不除，百姓难安，我们何必计较这些事情？只怕是四哥和别人心意相通吧。定水长老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姐，快去通知老爷。好。你醒了？父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院中，突然听到仙武姐姐的房间有声响，就跑过去查看。只见到铜镜碎了一地，然后有一个黑影飘过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黑影？父亲，你说何人会进仙武姐姐的房间？许是什么盗贼吧？他好大的胆子，敢夜闯相府！哼，我一定命他们好好查查。你只要没事就好。好生歇歇啊！莲。四哥，糟了，那人逃入了禁宫。进宫不得擅闯，你们留在外面，我去禀报父皇，再行打算。好。巫女出现了。
怎么连持宫有强大的禁制，金蝶都无法突破？难道……不行，我得设法通知明眼，让他立刻去查探一下。依你所言，那个人真的逃进了宫里。不错。儿臣跟十一弟去了天武醉房，一直想办法追查暗屋幕后的主使人，没想到今天把他引出来了，居然他逃进了宫中。四哥所言不差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他逃入了这禁宫之中。父皇，既是如此，只怕这宫中必是人人自危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稍有差池，就会弄满城风雨，人人自危。你们真的确认？儿臣用人头担保，他确实在宫中。太子，儿臣在。传令给御林军统领张肃，让他协助老四捉拿凶手。是，父皇。去吧。十一，在。宫中所有腹部受伤的人，一定要细细的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你可给朕查清楚了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你可听过巫族的定水长老？定水，已死了多年了，提他做甚？你可认识他？昔年先帝在位的时候，巫族长老定期入皇宫替皇室祈福，宫中的人大多见过他们。定水当年是最年轻的长老，趁着入宫之际勾引先皇。后来呢，他叛离了巫族，闯阵的时候身死。此事当年是人尽皆知。老四，不会是如此危险的人物躲在宫里吧？你速到莲池宫去看看你母妃是否安好。儿臣这就去母妃那里。按照父皇所言，既然定水已死，那么暗屋的长老又究竟是谁呢？母妃在哪？娘娘在里面。母妃，宫中进了刺客，不知道母妃可安好？哦，我这儿没什么大事，你尽可放心。那就好，我已经请了太子殿下调动御林军，加倍防护，您务必要小心刺客。放心，我知道了。我已睡下，便不便见你了。你快回吧，免得耽误正事。儿臣告退。那一次也是如此，我才会痛下杀手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来打扰。陛下最近身体不适，我要在这佛堂里为他祈福。是，皇后娘娘。
莲妃，滴水。说要坏我好事，即便是皇后，也得死。好一个巫女，竟然布局引我现身！就凭你这点道行，还想查出我的身份？哼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清晨已经查到了暗物的踪迹，这一次我就不信你还能逃得掉。莲池宫怎么会是这里？此处是莲妃娘娘的寝宫，平日很少有人来往，倒真是不易被人发现。什么人？我说都这么晚了，你跑莲池宫去做什么？现在宫里正在捉拿刺客，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现在便去禀告父皇，让大理寺审你。那殿下又为何出现在莲池宫？殿下可不要告诉属下，您不知道这宫中的规矩，即便殿下身为皇子，无诏亦不得擅入后宫。若陛下问起来，我大可以说夜观星辰，发现紫微星出现在莲池宫上方，方才是前去确认降诏。那么，殿下出现在莲池宫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你好，别说本王没有提醒你啊，在这禁宫之内，你若好奇心太重，到处乱跑，被别人捉去了，可别怪本王不救你。哼。好好在这待着。那人混入了莲池宫，我得尽快告知清晨才是。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有一个如此厉害的徒弟，竟然能布局设计，令我受伤。原来是你。我早该猜到你的身份，定水。若不是因为我今日受了重伤，只怕到你死，也不知道究竟败在了何人手中。原先我确实没有想到，
你会用暗巫禁术改换容貌。看来你的修为比当年大有长进，受如此重伤，竟然还能维持着禁术。师兄也不愧是巫族的长老啊，与世上那些凡夫俗子果然不同。纵然我受了重伤，也一样能瞒过他们。我一定会让你死个明白，我会让整个巫族替你陪葬。难怪你想要毁掉离敬天，你如此处心积虑，就是为报当年被逐之恨。难道我不应该吗？当年你身为巫族长老之一，却违反族规与先皇相恋，自酿苦果，却将这怪在巫族头上。师兄，我与陛下乃是真心相恋，并非贪恋荣华。定水，你身为巫族最年轻的长老，原本资质甚高，谁料你竟如此糊涂，私下里竟与皇室之人相恋，全然不将族规放在眼里。我知道自己犯下了大忌，师兄要罚我也无怨无悔。但是，我愿意从此放弃巫族的身份，换此一生与陛下长相厮守，还望师兄成全。枉费我对你寄予厚望。师妹，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？要知道，你的身份并非一般族人，身为离敬天的长老之一，更不能违背族规。师姐当真觉得巫族的所有规矩都是对的吗？要我说，真正执迷不悟的人是师姐才对。你与师兄自幼相伴，明明彼此心中有情，又为何要苦苦守着巫族的清规戒律而委屈自己？纵然你说的没错，但人这一生总该有些担当，不能全然不顾责任，只为满足自己的一念私欲。人活于世，为何不可以恣意潇洒，求个无怨无悔？我不明白，为了一个强加给你的责任，就辜负所爱，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这难道就是对的吗？若你的念想是以百姓、家国、天下为代价，那此生我与师兄宁负彼此，不负苍生。那是你与师兄的选择，我敬佩你们二人这份牺牲与守护。但是你们没有资格要求所有人都如此。天命如此，族规如此。此生此身一入离敬天，巫族的规矩便是你的宿命。师兄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族规，巫族的规矩我亦明白。只要能够闯过火海刀山阵，从此以后我与巫族再无关系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火海刀山，有死无生。但为此心，生死无悔。想来，你早在当初便已瞒着我，修习暗无禁术。当年在刀山阵中，你故意假死，瞒天过海，
改变容貌身份，嫁入宫中，但最终还是害死先皇。若不是你这一心执念，先皇也不会英年早逝。怎么是我害死了先皇？若不是当年巫族一念之差，维护奸贼，袁安又怎么能有机会篡位？他师兄夺嫂，巫族又做了什么？你们隐瞒了一切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可是又有谁记得先皇的冤死？谁又替他来讨回公道？李敬天既然坐视不理，那就由暗巫来替天行道。你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借由皇后之死，已然害得巫族离散，你还想要如何？师兄，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不仅要巫族付出代价，我还要袁安血债血偿。我要让他尝一尝被知亲背叛的滋味，我要让他所夺的江山就这样四分五裂，我要让他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巫族的选择自有巫族的道理，无需他人质疑。暗无尽数，逆天而行，你的所作所为又能隐瞒多久？终有一天，亦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宿命。要想让我付出代价，就凭你那个徒弟清晨。师兄，你听好了，现在的定水已经不是以前的定水了。过去那个定水已经死了。对，我既然能让他以死换生，我就可以让他再死一次。这一切是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长老，师兄觉得如何呀？你已经动用了巫族的紫魂晶。我既然设计了这一切，我就想到早晚会有败露的一天。重塑己身已经不是简单的禁术，你用心头之血运营灵石，亦需用大半功力加以控制，不然一个不慎，反噬自身，你恐怕会被这替身所吞噬，最终落得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我也借用灵石之力控制了他的一言一行。我已经说过了，现在的定水早已今非昔比。师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要论谋略，你的确是机关算尽。当初我从天武罪坊将你带出，引得你的徒儿四处追查，甚至惊动了桃妖。不过他们的确没有想到，今天我又重新幻化出了一个自己。师兄，你就不要白费劲儿了。此禁制是我以8名宫女的性命所生，她们可都还活着。若你要强行破阵的话，这8名女子马上就会丧命。师兄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不妨出手啊！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择手段，残害无辜。这世上哪有无辜之人？若要筹谋大计，就必须不择手段。师兄，一场好戏，你就坐在这儿，慢慢等着吧。哼！当时我在天武罪坊感觉到的巫族人，难道便是他口中的清晨？
他为何对外宣称是我的弟子？看来师妹亦对他颇为倚重。他究竟从何而来？又如何能将定水逼到这个地步？紫魂经的灵力神秘莫测，此番恐怕所有人都会被这个假定水骗过去。如何才能想办法通知他们？两位殿下可查到定水的行踪？我怀疑那日掳走我师父的便是此人。若是能找到此人，或许就能找到我师父。我已经请父皇封宫，他会一一排查。我相信不久之后便会有结果。多谢两位殿下。有一事，我想提醒殿下。定水并非一般人，他入了皇宫，恐怕这皇宫之内人人都有危险。不知殿下是否已经去过莲池宫中？我也去探望过母妃，她一切安好，不用担心。莲妃娘娘一向深居不出，还请殿下多加留意。四哥已加派御林军驻守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定会以火信相告。无论定水是一直隐身于莲池宫中，还是临时潜入，眼下都不能打草惊蛇。更何况事关后宫禁地，稍有差池便是欺君之罪，只能先对元灵隐瞒此事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该如何引出此人。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？我叫你不要去凤府，你却一意孤行，结果呢，差点闯出大祸。如果你发生什么事，你让我求你了，你别再以身犯险了。殿下放心，若没有万全之策，清晨不会贸然行事。清晨先行告辞，两位殿下也请早些安歇。送他回去。殿下请留步。这里不是凤府后门吗？我是私下出府的，让人看到只怕麻烦。好，那倾城姑娘自己当心。倾城姑娘请留步。我是真想不明白了，这一路自边疆到天都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你对四哥看似冷淡，却是事事关心，而四哥也是为了你，不惜冲撞父皇，拒绝和亲。现如今选妃在即，你现在身为凤府二小姐，还望倾城姑娘好好思量。这次选妃必定会有结果，无论娶了何人，只要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四哥是绝对不会真正的开心的。清晨行事从不后悔。灵王殿下要娶何人，与我并无关系。殿下慢走。我的心在最遥远的梦里。我的决定究竟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？
长老，调查的如何？或许我已经推断出师父的下落，若是所料不差，更能为巫族洗刷当年皇后一案中的冤屈。你可当真？但我需要长老相助，救出暗巫的长老。你有何计划？皇后忌日当天，我会设法让你们混入宫中。一切由你安排，我负责援手。四哥，不去莲池宫，当真没问题吗？刚才我去查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暗巫诡计多端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我想我们不如按计划行事，这样才更有胜算。这青城姑娘智计百出，的确是个聪明人。不过，她好像对我们有所保留，又好像很矛盾的样子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洞察人心的本事了？跟了四哥这么多年，连这点都看不明白吗？你觉得你能看得出，我会看不出吗？那四哥为何还这般信他，按兵不动，配合他布局啊？所谓洞察人心，有时候靠的是第一眼的直觉。他心中有事，但是他眼中有什么？眼中有情。只怕不止他一人吧，四哥。我可是头一次见你这般模样，面上含笑，这眼中带有什么样的情？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行告辞，四哥你自便啊。殿下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灵王殿下已经有所行动。听闻他们追查的人逃进了宫中。与其说是四哥有所行动，倒不如说是清晨有所行动。殿下是说，清晨想要找到师父，可他的目的远非如此简单。他应该是想替巫族翻案。可是巫族的人早已被陛下降职驱逐，要翻案，谈何容易？但只要是清晨，他想要就可以。继续派人暗中盯着他们下一步行动。我倒要看看，清晨究竟是如何翻案的。